有一个地方，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闯，找到信任加上陪伴。沿途也许会有挫折，有失落，有迷茫。假使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能够取暖。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当年我坐牢坐那么久，全都是他害的。当年我只是想找一个好的律师来帮我辩护，他就来告诉我说他有把握帮我打这场官司，叫我给他机会。他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这是为我好，可是我知道他是想趁这个机会来打响他在法律界的名声。我书读的不多，我什么都不懂。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我当然相信他。结果官司输了，我的一生就毁了。妈咪不是这样的人，她一直以来都为凯恩尽心尽力的。可能你会觉得我一直故意在说他的坏话，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知道的根本就不是事实，你知道吗？我其实没有告诉你，当年你妈咪根本就不想收养你的，她因为怕我把她的私嫌说出去，所以会坏了她的名声，她就被逼着一定要收养你。她这么做完全是在弥补她的过错，你不要再被她骗了。宝贝，你回来啦！你吃饱了吗？怎么了？不舒服啊？没有发烧啊？怎么了？宝贝啊，你有什么事跟妈咪说啊？妈咪，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问你，你要老实的告诉我 ，OK？ 什么事啊？为什么我妈说她坐牢是你害的？你妈，她说的没有错。她坐牢，我确实有责任。当年，我以为我可以帮她打赢官司，帮她争取脱罪。没想到，那场官司却打输了。这些年，我一直觉得很懊恼，很内疚。我不知道要怎样去弥补它。所以，你收养我是为了弥补她？不是，那是你妈入狱，留下孤零零的你。我不忍心看到你被送进孤儿院，所以就跟他提议要收养你。真的是你提议的？当然是真的。不是被逼的？当然没有。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不是你妈跟你说了什么？我有点累，我现在回房休息了。找我啦！快跑啊Uncle 啊，我都已经很烦了，你还来 disturb 我？干嘛啦？在烦你妈咪的事哦。来啦，安哥湾哦，已经把耳朵洗干净了，我听你诉苦了。来，你是妈咪的 boyfriend 嘞，跟你说有用咩？你应晒他的吗？哦，话可不可以这么说哦？我现在呢是站在心理大师的角度来听你诉苦的，我是中立的，不偏袒你妈，也不偏袒你妈咪。嗯，说吧。我妈说她坐牢是妈咪害的，还说妈咪不是心甘情愿要收养我的。你相信你妈说的？
我不知道啊。一个是我亲生的妈，一个是养了我20多年的妈咪，手心手背都是肉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你妈咪哦，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你养大，啊，她对你的爱是假的哦，你竟然敢不相信她啊！你不用等天收了，我现在就来收你了。哇，各位，我个痛啊，各位。刚才你说什么要站在中立的角度啊？现在你明明就是在晒我妈咪嘛。我说老实话啦，没有人哦会说自己是坏人的，啊，每一个人哦都说自己是受害者，因为哦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了。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事实啦！真的给你气死！ The mobile customer that you've reached is not available. Your number will be sent via SMS. 什么？借酒消愁啊？我刚刚打电话给雨柔，可是打不通，不知道她是不是 block 了我的号码。如果他真的是 block 了你，那你打算怎么做啊？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啊？那你想不想挽回他？当然想啊。那就继续行动啊。 可是，如果我一直厚着脸皮继续找他，他会不会对我更加反感啊？他如果对你反感，那是好事，代表他对你还有感觉。要是他连反感都没有的话，那你就应该担心啦。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哦。还有啊，你的咖啡店都已经顶下来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那是不是对不起雨柔？其实我已经开始计划开店的事了。 雨柔希望我继续朝兴趣发展，我不想让她失望。只是做生意这一块，我需要你的帮忙，你愿意帮我吗？我的时间有限，你要我帮忙的话，那就快点行动。好，我一定会加油的。这只是符合你的需求的，你可以试试看。 哎，慢慢，哎，小心，慢慢拿，慢慢。怎么样，可以吗？嗯。你想用拐杖来取代轮椅啊？嗯。虽然你的骨折已经差不多好了，可是医生不是建议你继续使用轮椅比较安全吗？我最近都很努力的在做复健，我想我已经可以开始用拐杖走路了。可是，他出了啊。 万一又再受伤的话怎么办？怎么对我这么没有信心？不是对你没信心，只是意外的事很难控制的啊。我想珍惜能走路的日子，能走多少就走多少。到时候真的走不了，就只能靠轮椅了。好，既然你想走路，我陪你一起走。嗯，你别扶我啊。好，那我试试。 保佑啊，保佑！哎呀，我的手机哦，不知道干什么不见了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啦？哎，对呀，哎，帮忙找一找。我和老万找了一遍，到处找都找不到。哎，找看。哥啊，你有带出门吗？
哎呦我记得我出门的时候我手里是拿着手机的啦。哎呀，人年纪大了，经常会忘记东西放哪里了。没事没事，找一找，找一找。是啦人老了就比较健忘了。宝佑啊，我和老万再回去好运庄就找一找，你帮忙负责这一区，找这一区啊。哦，OK。Thank you，Thank you。麻烦你了不会啦。Hello, Mr. Quack。现在当然没问题。好，我现在马上就过去。好，拜。好，老板，安哥万，我要出去了。等一下，你不帮忙安哥万找手机啊？我的顾客说现在就要看房子，非去不可。啊，那你帮忙现在马上找这个柜子。对了，你帮我啦。不如你们找了，我真的没有时间 ，sorry。不要走啊！哎呀，没办法了，我找。Number One，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宝贝，我回来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宝贝，嫁给我。宝贝，我想通了，我之前的想法真的是大错特错。为什么一定要得了奖才能结婚？既然我们相爱，就应该结婚的，其他的根本不重要。所以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要跟你求婚。宝贝 ，Will you marry me？ 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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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他。耶！宝贝，等等我啊！宝贝，这段日子我想了很多，也看清楚了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以前很幼稚，很自我，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我知错了，我答应你，我会认真改过。如果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你再跟我说，好吗？我约了客户，我真的要迟到了。好，工作要紧，等你有空的时候，我们再好好谈。宝贝，我等你啊！哎，看你这个样子，肯定是被宝佑骂啦。宝佑他没有骂我，但我宁愿他开口骂我，那至少我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难受。你难受也是活该了。谁叫你孝顺那么久才回来啦？哇，老爸，你最近练了铁砂掌啊？痛哎！是有练了，不过没成功了。要是我练成功一掌就把你打傻了至少你做傻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不会生气了。哎呀，你也真是不应该啦，这么久完全没有消息，这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我去了泰国、柬埔寨，还有越南。我跟你们说啊，这次的旅程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你知不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很担心了不会打个电话来报平安了。这趟旅程，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不到必要的时候，不准开口说话。我只用眼睛还有心，观察和聆听眼前的人、事、物，因为我不希望让别人的想法来干扰到我的思绪。只有这种吃饱没有事情做的人他才会这样来折磨自己。哎呀，总之回来就好了啦，我总算可以跟客户有个交代。你记得之前叫我们帮忙设计公寓小孩房的那个 Mr. Ng 吗？记得啊，设计图不是给了他们？给是给了，可是人家不满意，想要改设计。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介绍其他设计师，他又不要，说一定要等你回来改。OK， 没问题。等一下我联络他，他想怎么改，我就帮他怎么改。我没有听错吧？新加坡Number One 的设计师竟然那么好说话这趟旅程终于让我领悟到了如何成为一个顶级的设计师。我不应该那么自我，只在乎自己。我要学习去理解别人，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不是永远只觉得自己是对的。哇，恭喜你啊！活了这么多年，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是啊，
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他想通我真的很开心了。只不过想通的有点晚了，我的未来媳妇都被你气跑。老爸，你放心哦，这次我会重新出发，用我的诚意来打动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求婚成功。这一间比我们之前看的那2间还要烂呢。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帮我们找房子的？我有啊，这间房子的地点、面积都符合你们的要求，而且价格也在你们的预算之内啊。那起码你要带我们去看更好的啊，这间这么丑。可能是审美观的问题吧，我觉得蛮好看的。那你现在是怪我们无理取闹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不如Mrs. Square，你们告诉我，好看的房子应该是怎么样的，好吗？这种东西还要我来跟你讲清楚，那不如我去做 agent， 我带你去看房子好了啦。Sorry， 我不是这个意思 ，Sorry。Sorry 有个屁用啊！我们会给你生意做，是因为看在你老板娘的份上。你如果不能跟我们搞定的话，我们换agent。不要这样，我手头上还有2间房子，我带你们去看 ，OK？ 真是浪费时间。天气这么热，他还要我们陪他东跑西跑的，累死我了。看了5、6间，都没有一间看得上眼。先喝点饮料吧。干什么？你知道我这双鞋有多贵吗 ？Sorry， 全世界就10双，很珍贵的。对不起，还不赶快给我擦！还不擦？万一鞋坏了，扣你的佣金都赔不起啊！笨手笨脚的。对不起。你最好跟我擦干净一点，要不然我就去跟你的老板娘投诉你。笨死了，怎么这么蠢？饿了吧？我买了猪肠粉给你。你还在生我的气啊？你生气也是应该的，因为我真的做错了。我喂你吃。我不应该说走就走了那么久，而且这段时间也没跟你联络。Sorry。宝贝，你原谅我可以吗？莫非的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如果我不出去走走，我真的会疯掉的。我也要疯掉了。你整天只在意你自己，你有没有想过，你突然间消失，我会很担心你的。心情不好一定要出国吗？在这里就不能够好好疗伤吗？你到底要幼稚到什么时候？宝贝，你骂得对，你想要怎么骂都行，毕竟是我的错，我会顶嘴的。你觉得很好笑吗？老爸，你儿子回来了，快点开门啊！老爸，嘿，老爸，干嘛突然换掉锁头？你失踪那么久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麻烦呐？那我当然要换掉手头来保护我跟保佑啦。还不赶快开门！看你手上那束花还没有红回保佑吧？你敢欺负我的未来媳妇我一定要给你一点教训啊！如果你哄不回保佑的话你从此以后不用再回来了。喂，老爸，喂，你说什么？终于不跟你说话。自从妹跟他说的那番话之后，我感觉到宝贝一直在回避我。这个妹真是颠倒是非，还添油加醋的。你为什么就不直接跟钟毅说真相啊？真相就是我帮他打官司，但是我打输了。当初是他骗你说他被家暴，你才相信他的。可是控方后来发现他根本没被家暴，官司才会输的，怎么能怪你呢？这个妹，你对他这么好，他竟然跟钟毅说你是被逼收养他的，简直胡说八道。他根本是要破坏你们母子的关系。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钟毅到最后连你这个妈咪都不要了。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不能再纵容他了。你要我到 KL 帮你朋友打理面包店？我朋友要我帮他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我觉得你蛮适合的。做回本行，又可以到一个新的环境重新来过。你不要假惺惺啊！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好不容易跟钟义相认，你竟然耍手段要拆散我们！说拆散会不会太严重了？KL 到新加坡坐飞机不过是1个小时的时间。我跟我朋友说了，你每个月可以回来1次，机票由他们负责。1个月1次，我坐牢的时候想见我儿子1个月都不止1次了。那倒是，非法收 4D 是犯法要坐牢的。那到时候就叫钟义每个月去看你2次。你威胁我？不是威胁你，是给你选择，你要去 KL 还是强硬？你们为什么一定要逼我离开这里？不离开也行，我们就把你坐牢的真相告诉钟义。不行，不能告诉他。其实有距离也不是件坏事，你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你在 KL 呢可以重新开始，又可以在钟义面前保持好妈妈的形象，不是两全其美吗？好，我去 KL，我去，你们赢了，我输了。